尽管美方宣称要回收尽可能多的飞艇部件，并送往情报机构进行研究，但路透社注意到，拜登政府和军方高层在表态中均开始淡化无人飞艇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北美防空司令和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范赫克6号承认，被击落的中国气球在接近阿拉斯加时，他评估这个气球并没有对北美造成实际的军事威胁，也没有显示敌对行为或敌对意图，因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早有多名气象专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气球不可能是中国出于侦测目的的放飞。但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些言论鲜少被美国主流媒体转载，直到气球被美军击落之后，美国最大的非商业公共教育类广播集团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才引用美国气象学家丹·萨特菲尔德的话指出，间谍气球的说法站不住脚。萨特菲尔德是美国马里兰州索尔兹伯里的首席气象专家，此前基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流流动模型，对飞入美国的中国无人飞艇进行了运动轨迹测算，显示它确实是随着大气环流从中国中西部地区一路飘入美国。萨特菲尔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这么远的距离，中国除了能够简单控制气球的飞行高度，其余什么也做不了，更不可能瞄准5000公里外的目标。因此，他判断用这颗气球搞侦察是行不通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也开始给所谓中国间谍气球的论调降温。知名主播扎克里亚连续2天在节目上表示，美方在面对来自中国的气球时，反应极其不理智。These kind of small crises can escalate out of control in a frankly very dangerous way. If we step back and ask ourselves, what was this crisis? How unprecedented was it to have this event? We now know that there have been balloons like these, 3 during the Trump presidency. Nobody ever thought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So there seems something a little bit irrational about suddenly having this kind of paranoid attack about one balloon that we happen to see. 扎克里亚建议美国政府不应因这样的偶发性事件搞僵了与中国的关系。There are a lot of urgent issu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deal with China on. Yeah. You know, as I say, we're in a new world. 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have an adul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在针对气球事件的最新回应中，美国总统拜登表态称，尽管他一直认为需要尽快在适当的时候将气球击落，但他觉得此事不会削弱美中关系。No, we made it clear to China what we're going to do, and there's not a question of weakening or strengthening it. 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将保持冷静处理对华关系，但对于中美是否要在去年11月2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关系，他却将球踢向中国。It's up to China to see how they want to see this relationship moving forward. 拜登政府试图对气球事件降低调门，然而一向充当反华急先锋角色的美国国会却仍借题发挥，继续向拜登政府施压。共和党人连日来持续抨击拜登对气球事件处理不当，认为他对中国示弱，并试图隐瞒领空遭入侵。美媒披露，参议院定于15号听取五角大楼有关气球事件的机密汇报，或将要求查明气球搭载的设备是否使用美国或其盟国的技术。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美国国会的目的是借此推进涉华消极法案，进一步对中国实施敏感技术出口管制。一开始可能白宫并不想把这事情把它曝光或者炒作起来，但是我们看到国会一些反华议员的这种不断的炒作，对拜登设置更多的掣肘，令中美关系的改善变得更加困难。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从战略上，会形成这么一种压力，那么会顺势传导到比如说经济、贸易、科技、军事、安全、政治几乎所有领域里面。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未来会在比如包括科技战领域。以及其他也贸易摩擦呀等等等各方面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将于当地时间7号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美媒预计，届时他将承受巨大压力，因为这是共和党人重掌众议院以来拜登发表的首个国情咨文。按照惯例，每年年初，现任美国总统都要在国会做年度报告，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经过200多年的演变，国情咨文已经变成总统驾驭与国会
关系的一个基本手段和发挥国家领导作用的有力方式。特别是电视直播的出现，使国情咨文从空洞的政策演说演变成一项重大的游说宣传。而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愈发撕裂，国情咨文的发表现场成了两党政客表演的舞台。其中的名场面发生在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完国情咨文之后，在共和党人的掌声与喝彩之中，坐在他身后的众院议长佩洛西站起来，一脸不屑地将国情咨文的文稿一张张撕碎。拜登上任后，于去年发表首次国情咨文，当时站在他身后的是兼任参议院议长的副总统哈里斯与佩洛西。同为民主党的佩洛西一改态度，全程面带微笑。而这一次，由于众议院议长易主，拜登身后的位置换成了共和党人麦卡锡。美媒对于两人届时的互动给予高度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为避免出现尴尬场面，拜登早在几周前就开始了国情咨文的准备工作。他的几位助手还透露，拜登要求演讲稿中的句子都要写清楚，尤其是不要有首字母缩写，并且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说明他的立法成就。拜登为了克服口吃的毛病，将演讲稿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根据多家美媒从白宫获得的新闻线索，拜登此次国情咨文演说将聚焦他面临的5大挑战，包括债务上限僵局、经济衰退担忧、警戒和枪支暴力改革、中俄挑战以及机密文件争议等。预计他将就这些问题提出因应对策。共和党人日前在这些议题上持续向拜登政府施压，比如美国舆论高度关注的债务上限问题，两党仍未达成共识。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在上月19号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即刻采取非常规措施以避免政府债务违约。财长耶伦曾多次致信国会，警告称，如果不尽快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的债务违约将可能导致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可能造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拜登和麦卡锡曾于本月1号在白宫就这一问题举行会谈，但两人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麦卡锡6号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号召拜登与共和党人进行谈判，力求双方在削减联邦预算方面达成一致后，再提高债务上限。内政应对不力，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也备受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日前在吹风会上透露，拜登预计将在演说中重点提及中俄挑战。不过，《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在俄乌冲突持续、中美关系紧张之际，部分共和党人反对加码对乌军援，扬言要对华摆出更强硬姿态，都会考验拜登政府未来的外交政策布局。